后宫妃嫔都在热恋。赵才人日日与侍郎大人眉来眼去，魏美人夜夜将赤色鸳鸯肚嘟挂在不同狂徒的腰上。妃嫔忙着偷人，丫鬟忙着望风，而我骑在墙头吃瓜写黄文。皇帝站在墙下，若有所思，你从不偷人，莫非是对朕？吓得我从墙上滚了下来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性冷淡。次日，那位传闻中姿容绝世却不能人道的燕王爷找上我，听说你性冷淡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玉国很颠，自记事起，我就反复问爹爹一个问题：我们魏国为何这么颠？爹爹想了半晌，说应该是老坟那边的问题。皇帝冒愁，眉间镶着鹅蛋大的一枚痦子，却喜美人，后宫人满到需要打地铺的程度。我入宫前，爹爹问我，祸乱后宫，搅弄风云，你会不会？我一脸迷茫。爹爹说，算了，自己养的，自己有数，你就玩去吧，我择机送人入宫换你。半年后，爹爹送了个美人入宫替我，可我拒绝了。这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管理宽松，位阶按宫龄逐年晋升，时不时还有妃嫔夜战侍卫，权臣携美私奔，皇子小妈混乱等大瓜可吃，别提多刺激了。入宫半年，我热忱于奔走在吃瓜第一线，已经能凭借敏锐的嗅觉，第一时间发现新瓜，并找到最佳吃瓜味。因为业务能力过硬，妃嫔明争暗斗时，常常重金从我手中收买对家黑料，他们出手阔绰，斗得招招狠辣。毕竟斗输了是要给丑皇帝侍寝的。不过半年，我已攒了满满一箱私房钱，这么好的日子，我做梦都要笑醒。走是不可能走的，三头驴拴我腿上，都不可能将我拉走。来替我的美人名叫阿青，念他好不容易进宫一趟，我想尽一下地主之谊，热情招待他一番。我问，桃色香艳和家族伦理，你喜欢哪个题材？后宫纯爱也有，只是比较小众，需要等。阿青说，那就桃色香艳吧。我说，好。我爬到树上，上观天象，下观个宫门前点的灯笼，略一盘算，拉起阿青，走去御花园敦送美人。阿青说，你这一套流程真是行云流水，熟练的令人心梗。月上柳梢时，送美人果然来了。美人衣衫薄如烟，粉面桃羞巧手盼。花丛中立即跳出一个壮汉，将送美人扑倒在地，一时间薄衫乱飞，莺莺鹅鹅不绝于耳。阿青不由得惊叹一句，好家伙。我分给阿青一把瓜子，点评道，这个不太行，有点猴急，情绪递进有点欠缺，动作也不太雅观，像犯了癫痫。桃色香艳这一领域还属魏美人的最好看，她挑的男人个个长腿翘臀拱狗腰，可惜她这2日来了鬼水，你们眼福了。一戏落幕，宋美人穿好衣衫走了。我拍拍阿青，我就说我在宫里过得很好吧，回去告诉爹爹，不必唤我了，我不走。阿青想了想，要不我也留下来陪你。我一愣，你是不是想留下来看魏美人？阿青红着脸，不是。我问，会画画吗？阿青说，会。我一拍大腿，如今黑料讲究有图有真相，我就是吃亏在画画像鬼画符，挖到黑料也卖不上好价钱。行，你留下吧。阿青适应得飞快，并对这份差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，我俩迅速达成某种默契。我一上树，他就去拿笔墨，我一比划，他就同李显的箭一般冲了出去。阿青的画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该遮的地方遮，该露的地方露，常看的人口干舌燥，欲罢不能。阿青画画，我写文，我俩盘算着将来出了宫，把这些图文装订成书，又能卖个好价钱。有了阿青，我如虎添翼，不过月余，私房钱已攒满2箱。我大受鼓舞，恨不得日日骑在墙头望风搞钱。这不正常的举动终于惊动了皇帝。这日，他踏着暮色而来，站在开满了海棠花的红色宫墙下，甚煞风景。宫里人说，你日巴在墙头盼着朕来，起初朕是不信的。皇帝一脸感动。我骑在墙上，握着纸笔，第一次感到如此弱小无助。想不到宫斗的风还是吹到了我这里。这些年，
后宫妃嫔美人为了避宠，手段一个比一个狠辣。皇后带头装病，不是腰酸腿疼，就是犯了头风。贵妃1月要来2回癸水，1回15天。莲妃有厌男症，李妃对龙袍过敏。最狠的还是容美人，为了逃离后宫，她发奋苦读，成为史上第1位女状元，到前朝当官去了。此刻我骑墙南下，皇帝热情地伸出手要抱我下来，吓得我一头栽了下来。皇帝嘴角上扬，也太心急了，你慢慢下来，朕还能跑了不成？他一脸暗爽。我无语极了，陛下，有没有人告诉你要多照照镜子？皇帝，有啊，皇后、贵妃、莲妃、李妃都这么说。怎么啦？我没什么，玩去吧。皇帝指着我手中的纸，黄昏作诗，好风雅，郎美人不愧是书香门第出身。来，给朕看看。我虎躯一僵，团起那张纸就往嘴里送。皇帝急忙劝阻，别吃，莫有毒。啊！我进退两难，反手将纸团往他嘴里塞。皇帝还是抢走了我的纸团。他将其展开，声情并茂念道：夕阳余晖下，海棠花影中，为美人衣衫半解，她的赤色鸳鸯肚兜正挂在那狂徒的腰上。皇帝的沉默震耳欲聋，我恨不得把脑袋扎进墙缝。他继续念道：为美人跨坐在狂徒的小腹上，那8块腹肌练得太过，硌到了美人的玉臀，美人连连嗔怪。皇帝抬头看我，你是这么理解的吗？我点点头，是啊，怎么了？皇帝，没事。他低头继续念，那狂徒一双手臂精壮有力，一只手扶上美人的细腰，另一只手却穿过美人浓墨般的发丝，掐住美人的脖颈。美人顿时喘息粗重，香间沁起一层薄汗，再也压制不住的欲望自喉间阴哑喊出，惊飞了花丛中的2只蝴蝶，浴池旁的一滩鸥鹭。皇帝皱眉，掐死了吗？我说，当然没有，这是房中情趣，你懂不懂？皇帝，学到了。后面呢？怎么不展开写写？我说，不能展开，展开就没法过审了。皇帝不满，谁定的破规则，一口好的都不让吃。念完我写的黄文，皇帝神态平静。其实我知道，后宫妃嫔都在背着我偷人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每天一堆破事焦头烂额，刚好也有点力不从心。我惊呆了，这是可以开诚布公说的吗？真不拿我当外人。我问，陛下为什么还要执着地往后宫纳美人？皇帝叹气，先帝过了30多年挥金如土的奢靡日子，见钱花光了，国要被灭了，这位六旬老人手脚麻利地爬到梁上吊死了，一点苦都不肯吃，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给我。国库空，兵权松，不扣下人质，我去哪要钱，去哪要兵？他掰着手指数，去年为美人偷人事发，他的首富父亲拿出1万两白银赈灾，前年莲妃辱骂朕臭臭的，让朕滚，后来他的将军父亲亲自领兵，平了边疆的乱子。我问，那我呢？让我进宫是图什么？皇帝想了半天，说，想不起来了，也许是圣旨送错了。我气愤极了，于是开始戳他的肺管子，后宫88个皇子，怎么区分哪个是你的？皇帝说，分得清，为了方便区分，那88个里面一个我的都没有。我无语极了，你可真是个大聪明。这些皇子你准备怎么办呢？皇帝说，养着呗，为国子民都是朕的孩子。我哑口无言，有生之年竟见到了活佛。上帝给他焊死了颜值的铁门，却也打开了格局的天窗。皇帝转向我，深情款款，可是郎美人，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你从不偷人，是不是对朕？我的脑袋摇出了残影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性冷淡。皇帝不信，你敢说对朕就没有一丝心动？我信誓旦旦，绝对没有。如果撒谎，就让我一胎3个男宝，个个长得像你。皇帝沉默了，他说，以后不要发这么歹毒的事了。我得了个外号，冷淡姐，并且失去了我的吃瓜根据地，因为有人在我日常骑的那处绝佳观景墙头竖了一块牌子，郎美人在墙头很想你，成了皇帝最爱去的打卡地。我向贵妃告发有人恶意宫斗，祸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
贵妃却批评了我一顿，你找的那个破理由，我都不想说你，拿陛下当傻子呢？我反问他，你1个月来2回癸水，1回15天的理由，有拿陛下当个人吗？贵妃略一思忖，也是。这时，李妃说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们先听哪个？莲妃埋头缝着一件天青色斗篷，好消息吧？李妃想了想，不行，这样我的叙事顺序就不对了。莲妃，那就先听坏的。贵妃扶额，你就宠他吧。李妃说，坏消息是1月后7夕，陛下又在操办宫宴了。众人一片哀嚎，又要拿他那一堆破玩意出来拍卖，捞我们钱，吸我们血了。你老公穷疯了，这几年为了敛财，脸都不要了。你老公，我前20年不思进取，不学无术，嫁给丑捞男是我的报应。莲妃问，好消息呢？李妃说，好消息是燕王爷从北地回来了，也要来参加。燕王爷诞燕，魏国的银甲战神，后宫的人气偶像，不仅姿容绝世，还武力值爆表。众美人立刻心花怒放。魏美人最激动，我刚入宫时有幸被他扶过一把，怎么形容她的美貌呢？就算他扇我一巴掌，我都怕自己忍不住舔他手指。莲妃6，李妃，还得是你。可是传闻中，这位处处发散着可恶魅力的燕王爷，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不能人道。这几年他在北地征战，敌国打又打不过他，用了无数次美人计想攻陷他，都失败了。敌国头脑灵活的又用起了美男计，结果送去的美男死状更惨。于是燕王爷似乎有什么不可说的隐疾，就渐渐传开了。魏美人扼腕，这样的天才怎么就不行呢？莲妃话锋一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其实陛下也不太行？贵妃立即点头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。要是正经事情，灯一吹，眼一闭一睁，一宿也就过去了。可陛下偏偏不正经，非要给人读半宿的道德经，让人不得不整夜对着他的脸，犹如酷刑。李妃恍然大悟，他们兄弟2人这不行的毛病，是不是遗传？先帝总共就生了这么俩儿子，要是他俩都不行，那先帝肯定也不行。先帝不行，那他俩肯定都不是先帝的种。这就能解释了，为什么他亲兄弟2人长得如此南辕北辙。莲妃看他一眼，你再想想，你这段逻辑能圆上吗？李妃按着脑壳，等一下，我再捋捋，头好痒，感觉要长脑子了。告状未果，我悻悻往回走，路过浴池边，见一男子一身华服，身姿颀长，撑着一柄玉骨素伞，孑然立于苇丛中。我以为是皇帝，因为他最近得了双癌子乐，非常喜欢穿着它静静站在宫中各处，扮演一世而独立的氛围感美男子。别说，效果甚好。我想绕路走，却被叫住了。我在等你。那人声音清冷动听。我回头，那人将伞斜斜抬起，露出骨相凌厉绝艳的一张脸。这世上没人可以长得如此不顾别人死活，除非他是淡燕。淡燕走近我，饶有兴趣地问，听说你姓冷淡？我不太灵光的脑子瞬间转了180个弯。有这么久的吃瓜经验傍身，我也不是什么傻白甜。于是我省略了中间你问我猜的步骤，直截了当说，你不能人道，我姓冷淡，所以你想和我家族伦理，后宫纯爱。淡燕如遭雷击，她说，你是这么理解的吗？我点点头。淡燕说，其实是想请你帮个忙。7夕夜宴，陛下犒赏3军，定然又是赏酒赐美人。我表示认同。皇帝抠门，恨不得一个铜板掰成2瓣花。别人赏赐重臣，赐金银府邸，他就会赐美人，画大饼。能不花钱，绝不肯花一分。这些年，我饱受美人计之苦，有想置我于死地的敌国细作，也有浑水摸鱼的妃嫔侍女。去年新岁宴，魏美人坐在我边上，她就往我杯中下了催情药。幸亏下的太多，化不开，被我发现了。淡燕表情沉痛，所以这次想请你坐在我旁边。别人在，我不放心。我犹犹豫豫，可这……淡燕从衣袖里摸出2只金锭，放在我手中。我天人交战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前车之鉴，他们实在太疯了，我怕自己抢不赢。淡燕又从另一只衣袖
摸出一只簪子放在我手中。我顿时震惊得说不出话。簪叫陈月簪，巧夺天工，价值连城。连后位都不争的妃嫔们，却用尽了各种恶毒的手段想要得到它。他们不惜大打出手，纵使不能将这簪戴在自己头上，也绝不允许它出现在对家头上。可是皇帝谁都没赏，他每天半夜戴在自己头上，扮演贵妃。我刚入宫时，恰逢花朝节，宫中簪花齐伏，皇帝破天荒拿出陈月簪作为彩头。谁先摘得挂在琼花树顶的祈福灯，陈月簪就赏谁戴一天。众妃嫔语气不屑，戴一天而已，又不是赏，哪里就那么稀罕啊？只有我信了。比赛一开始，他们就像脱缰的野马般冲了出去。我后知后觉跟着往前冲，却死活挤不进去，摸不到树。好不容易等大多数人爬上去了，我也摸到树往上爬，却不知被谁一脚踩在脸上，蹬了下去。要死要死要死！我内心很绝望。落地时却被谁接住了。那人抱着我稳稳落地，声音清冷，身体这么弱，平日不锻炼吗？我被踩了一脸泥沙，睁不开眼，只好牢牢揪住他的衣袍。他身上淡香宜人，没有男人臭臭的气息，我想大约是个太监。我说多谢公公，公公好身手。那人沉默了。我说我自小没娘，我爹比着我娘的样子，想将我培养成才女闺秀。他没想过我其实是随了他。让我学琴，我弹得如魔音贯耳；让我学画，我学得像鬼画符，学的四肢都退化了，啥也没学成。那人笑了，现在开始练也还不晚。那场比赛最后获胜的是整日装病的皇后。此后我便开始练习爬墙上树，想在来年比赛中一鸣惊人，一雪前耻。却没想到墙头树上看到的风景过于刺激，从此开启了我吃瓜搞钱的事业，也算意外之喜。我捧着陈月簪，泪眼婆娑，当真给我吗？不知是不是我开心的失心疯了，我竟感觉淡艳笑得一脸宠溺。当真？本想问问他如何从抠门皇帝手中讨来这支簪，又如何舍得送这么重的礼。想了想，还是憋住了，怕说多了他再反悔。他捏过陈月簪，小心地簪在我的发髻上。好看。他眼中笑盈盈。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使劲摇头，没有了，我回去就扎马步，举沙袋，一定将你保护得天衣无缝。淡艳笑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他转身就走。我喊住他，等等，你怎么确信我是真的性冷淡？万一我不是呢？淡艳微微侧头，之前不能确定，现在确定了。你看我时神色如常，看钱时眼里才有光。淡艳的话振聋发聩，我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质疑。我找来我的好朋友太医院的崔灿。如今后宫人太多，太医们忙得不可开交，只有他门可罗雀。因为他的研究方向是人类面部痦子切除，目标病人只有一个，便是皇帝。可皇帝迟迟不肯做，别人纷纷以各种由头晋升了，只有他入宫10年，还在底层。崔灿简单粗暴地为我把了脉，听了心跳，说确诊了。你确实有这病。我大惊，怎么确诊的？崔灿说，正常女子被男子这样直接搭脉摸手，又靠在胸口，哪个不脸红心跳？可你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不服，不是说医者无性别。崔灿指着自己脸上未散的红晕，你是医者还是我是医者？我都有反应，你却没有。我恼羞成怒，你个庸医，尽是旁门左道。崔灿说，我一个外科医者，给你看内科，本就专业不对口，能看就不错了，要什么正门正道？他龙飞凤舞地写了一张诊单，递给我，去抓点药调理调理吧。我看了看，一个字都辨认不出。你写成这样，让御药房怎么抓药？崔灿狂放不羁，他们几十年抓药经验，自由发挥，可能比我开的效果要好。我收的礼太重，我良心不安，便每日勤勤恳恳扎马步，举沙袋，抡大锤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自律又勤奋。但宴的礼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。今日是一套头面，说最好的头面才能配陈月簪；明日是一套锦服，说最美的衣服才能配这套头面。
后日又是一双玉鞋。阿青一脸震惊，燕王爷是谋权篡位，被你看见了吗？我穿上整套服饰，华贵逼人。阿青摸着我的衣襟感叹，这是想让你登基称帝啊。我感到无以为报，人生头一遭，亲自绣了一只香囊，准备送他聊表诚意。我把香囊拿给阿青，还没开口，阿青抢先说，好丑的香囊，我不要。我说，首先，这不是给你的，其次，这是我亲手绣的。阿青立即改口，好情深意重的香囊。七夕夜宴，花好月明，众美人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却纷纷穿了便于活动的平底鞋。我知道这是一场鏖战，于是早早扎起马步，热起了身。皇帝携淡雁一进来，气氛顿时热烈起来。淡雁一身素绣玄服，金贵冷冽，衬得旁边的皇帝像只五颜六色的大粽子。大粽子喜不自胜，爱妃们好热情，快入座吧。郎美人，你也不必行那么大的礼。淡雁忍着笑，向我这边走来。我这才看清，她腰上系着我那只丑香囊。苍天可见，我只是为了表达谢意，没让她真的于大庭广众之下佩戴在身上，让我社死。她长得如此花容月貌，穿得如此不落凡俗，却搭这样一只扎眼的香囊，成为全场第二有病的穿搭。第一有病的是李妃，大热天的，她却披了一件天青色斗篷。一桌两座，淡雁从容落座。众美人顿时死死盯着淡雁身旁的空座。皇帝说，燕王征战劳苦，赐美人珍酒。众美人面上矜持，却足下生风，一拥而上。我一个马步上前，死死拦住那个空座，谁都别想坐下。一时间，七手八脚都朝我身上招呼，想将我挪开。我屏住气息，岿然不动。魏美人急眼了，上来一个别马腿。我轻蔑一笑，当我这1个月的马不白扎的，抬腿将他绊倒在地。皇帝看得目瞪口呆，你们这么好的身手，不如边疆的仗，你们去打。众人悻悻松了手。淡雁笑眯眯朝我一揖，那就劳烦这位美人。任务圆满完成，我和淡雁心照不宣，默默开心。我开开心心坐下，淡雁开开心心向我挪了挪，我也开开心心向她挪了挪。她给我加块樱桃肉，我给她加块脆皮肘子。皇帝眼风扫到我俩，饭都吃得不香了。你俩要是这样，那朕能不能坐中间？酒过3巡，2个小太监抬上来一只箱子，身旁的莲妃停杯投注，完了，噩梦开始了。皇帝酒性甚浓，晚宴的重头戏来了，朕的周边竞拍活动现在开始。他从箱子中翻出自己的墨宝，比他颜值好看不了哪去的字，写着一首平平无奇的酸诗。众人一脸不屑，我暗想，这也有人买？可我又想错了。活动一开始，众妃嫔纷纷加价争抢，转眼哄抬到了白银100两。我问旁边抢得面红耳赤的李妃，图啥啊？李妃说，快抢吧，后面的更变态。这件墨宝被李妃以300两白银竞得。皇帝很开心。爱妃们虽然平日不善表达，内心还是爱朕的。他喜滋滋地拿出第2件宝物，他用过的汗巾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意料之中的变态来得意料之外的快。我问淡雁，不买不行吗？淡雁说，有一回也是这样的活动，喜嫔没买，皇帝连着去他寝宫睡了1个月。我瞬间急了，高高举起面前的牌子，50两。现在不买，后面保不准再出来什么变态玩意儿。谁知魏美人却和我杠上了，我出50，他出80，我出81，他出100，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。我内心焦苦，2个芳龄大美人为了争个丑男用过的汗巾，抢得你死我活，颠，好颠，颠得想死。这时淡雁举起我的牌子，缓缓开口，101。魏美人80，淡雁50。皇帝急忙落锤，成交成交。再叫下去，我得倒贴你钱。小太监用精致的乌木托盘端来那条汗巾，唱道，恭喜郎美人，以白银50两价格竞得陛下亲用汗巾1条。另一个小太监将汗巾在我面前抖开展示，只听砰的一声闷响，身旁的淡雁倒在桌上，手中杯酒洒了一地。我喊起来，陛下，你的汗巾把燕王爷熏晕过去了。
周围又是乒乓乱响，陆续有美人倒了下去。我带着哭腔：陛下，你的汗巾把大家都熏昏过去了。皇帝说：你给朕动动脑子，他们明显中毒了。快来人！我动不了脑子了，因为我也昏过去了。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床里侧躺着淡燕，床下蹲着双目炯炯的阿青。我很无助，阿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阿青抚摸着我的脑袋，别怕。我长话短说，现下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。我一头雾水，什么成功，什么东风？阿青说，你还记得入宫时你爹对你最初的期望吗？我想了想，祸乱后宫，搅弄风云。阿青，对，我就是入宫来替你做这件大事的。我惶恐的语无伦次，你是什么人？我爹是什么人？你们是什么人？阿青，放心，我们不会伤害玉国，只是想给魏国换个皇帝，换个长得好看、脑子好使、武力还高的。这个指向相当明显。我看了看身边躺着的淡燕，她同意了吗？阿青摇头，她不同意，所以我们要逼她同意。现在你就把她睡了，逼她造反，拿下皇位。我觉得这很不公平。为什么要我睡她？你怎么不自己睡她？我爹怎么不自己睡她？阿青手指戳着我的脑门，他又不喜欢我，我睡了他，他杀了我就是做什么谋反那么麻烦。可他也不喜欢我啊。谁说他不喜欢你？你当自己为什么突然被送进宫？因为他去你家提亲求娶你了？你爹这才连夜将你送进宫，想要离间他们兄弟二人，逼他谋反。我仍不放弃挣扎，就没可能他去我家是向我爹提亲的吗？要不让我爹来睡睡试试，别搞错了。阿青面如死灰，我脑袋进屎了，在这跟你讲道理。他捏住我的下巴，简单粗暴灌了我一碗药。别怕，催情药而已。说罢出去关上了门。我哭起来，我跟你们这些颠公颠婆拼了。可我的手渐渐不听使唤，呼吸也渐渐变得粗重。我开始解淡燕的衣服，又不要脸地吻上了她的唇。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时，淡燕醒了。那双好看的眼睛湿漉漉望着我，我眼神迷迷瞪瞪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耍流氓。淡燕扶住我的腰，温声说，没见过流氓耍得这么菜的。她翻身上来，又落了帷帐。我含糊问，你不是不能人道吗？淡燕说，你不也性冷淡吗？她骗了我，我也骗了她，我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好配，我成功了。然而事实却一波三折。宫中本就潜伏着北国细作，淡燕已平北地战乱，残存在宫中的北国细作如同断了线的风筝，回又回不去，留又留不下。他们趁乱而起，绑了皇帝，想要挣条活路。大殿之外，两方对峙不下，无人敢贸然动手，也无人敢放虎归山。直到淡燕出现了，后宫的人，包括我，都没见过战场上的淡燕是何等威风。此刻她一身玄衣，坐于马上，未负兵甲，神态也是吊儿郎当。她眼睛微眯，对着细作喊话，杀，快杀了他，他死了，我好登基。几名细作神色略显慌乱，皇帝也很慌张，好你个小兔崽子。淡燕不理会他，继续笑着喊话，杀不杀他，你们今日都难逃一死。区别是放了他，他仍是皇帝，承你们情，留你们全尸；杀了他，我就是皇帝了。你们知道的，我可没有那么心慈手软。细作说，死都死了，我还在乎全尸？淡燕神色淡定，首先，死在我手里不会那么痛快。其次，我为了彰显兄友弟恭，让自己这皇位做得众望所归，必然追查你们身份，刨你们祖坟，诛你们九族，为我兄报仇。虽然麻烦了点，这出戏定是要做给世人看的。几名细作的脸色由红转白，白又转黑。他们看了看马上的淡燕，又看了看刀下的皇帝，哪个更不好惹，心知肚明。他们先是交头接耳，突然又哭又笑，最终他们放开了皇帝，齐齐自刎。围观的美人见到这血乎乎的场景，吓得滋哇乱叫。李妃将脑袋埋在莲妃怀里，瑟瑟发抖。原来燕王爷打仗是这个风格，不费兵卒，
只动嘴就可以血流成河啊！不然你以为陛下为何最喜欢让王爷带兵打仗？不是将军用不起，而是王爷更有性价比。但燕像栽萝卜一样，将皇帝栽在龙椅上，边乱内奸都已肃清，现在兵权给你，狼颜给我，你当好这个皇帝，别让我再给你收拾烂摊子了。今后我要当个真正闲散逍遥的王爷。皇帝惊魂未定，其实这皇帝我不当也行。但燕，不行，你得当。皇帝，你能力比我强。但燕，你道德底线比我低。皇帝，你长得比我好。但燕，你脸皮比我厚。皇帝，你……但燕，别说了，你具备当皇帝的一切品格。皇帝哭丧着一张脸，弱小又无助，你小子跟先帝一模一样，是一点苦都不肯吃啊！皇帝终于同意切了痦子。那天，崔灿和皇帝关起门来，忙活了整整2个时辰。出来时，崔灿都累哭了，哭得两眼通红。痦子切除得很成功，崔灿有功，升官了。我去崔灿家中向他道喜，他却坐在门口郁郁寡欢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我懂你。苦学多年的事业一朝告成，有成功的喜悦，也有淡淡的失落。崔灿哭丧着脸，你不懂，他那痦子是他粘的，一撕就撕下来了。我苦学了10年的专业，就这么白瞎了。我惊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可你不是进去了2个时辰？我哭了1个时辰，陛下又花了1个时辰才把我哄好。可他为什么要粘这痦子呢？陛下说，由于先帝不务正业，到他登基时，朝堂早已一盘散沙，个个偷奸耍滑，无人肯出钱出力。他想破了脑袋，想了这个办法，从大臣富户家中广纳美人入宫，也不宠幸，只纵得他们上房揭瓦，拿捏了人质，又打了苦情牌，他才能理直气壮地要钱要兵。他怕自己的美貌太盛，耽误了这个计划，所以粘了这痦子，封印住自己的美貌。我感慨，陛下虽能力平平，却也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做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。他原本的样貌竟然这么美吗？崔灿不吭声。焕然一新的皇帝召集了众妃嫔，他一甩龙袍，意气风发，朕的面美吗？皇后是好看多了。皇帝雄姿英发，今晚朕要享受一下你们抢着侍寝的感觉。众妃嫔，贵妃，你想多了。莲妃，好看多了，并不等于多好看。李妃，你只是切了痦子，并没有切除眼睛，自己照照镜子呢。我与淡燕大婚那日，燕王府挤了个水泄不通，从宫中放出来的美人们重获自由，纷纷略带薄礼来我婚宴上搂席。狼颜这厮从我们姐妹身上挣了多少银子，今日必要狠狠吃回来。我为魏美人留了富丽堂皇的一个上座，宫中半年，数在他身上赚的银子多，算是答谢我的榜一大哥。魏美人咬牙切齿，我又为你添了1倍的嫁妆，4舍5入，约等于我也嫁给了淡燕。阿青离开那天，我去给他送行。我从来没问过你，阿青，你姓什么？我姓苏，名为苏青。宫中已故的苏妃是我的姐姐。阿青出身江南书香之家，姐姐善琴，苏青善画。原本美满幸福的家，却一朝接到圣旨，让苏家送一个女儿入宫。姐姐心疼阿青，自告奋勇入宫去了，在宫中却郁郁寡欢，不过1年就病逝了。皇帝下令厚葬，并将这位苏美人追封为苏妃。然而荣光再盛，终究换不回姐姐一条命。从此阿青就恨上皇帝。阿青骑上马与我告别，转告皇帝，既做了皇位，就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当好这皇帝。虽然他不追究我的罪名，可我却不能保证不会再回来取他狗命。那日，皇帝又去了我曾骑过的那处墙头，他看着墙上的牌子，上面的字已经改成了狼王妃在洞房很疲惫。皇帝面色忧伤，皇后感慨，当年王妃喜欢在墙上看风景，王爷也骑在马上看着墙，墙头马上遥相顾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啊。皇帝说，你说话很让朕闹心，就封你为闹妃吧。皇后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